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台平民旗舰游戏本《暗影精灵7 Plus》。这台电脑很纯粹啊，第11代英特尔酷睿 i7 处理器 ，RTX 3080显卡，还是16GB 的大显存版本，165瓦的功耗，这俩硬件加起来已经能够奠定它的旗舰级地位了。但是它的价格跟往年一样，14999元起。虽然目前有小幅度的涨价，但是对比其他的3080游戏本，这台电脑已经算是同配置里便宜的一类了。惠普的这台暗影精灵7 Plus 表现如何呢？能否蝉联平民旗舰的地位呢？看完本期视频，相信你能找到答案。我们照例过一遍配置 ，CPU 是英特尔的酷睿 i7-11800H 处理器，8核心16线程，显卡是移动版的 RTX 3080 GA104 核心，16GB 显存，内存是双通道 32GB DDR4 3200兆赫兹双面颗粒，固态硬盘是 1TB 的三星 PM9A1 PCIe 4.0乘4速率。屏幕方面，它搭载了一块 17.3 英寸 2K 分辨率165赫兹刷新率的 IPS 屏，标称色域100% sRGB。售价部分，首发售价14999元，现货价在16999元左右。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高了，但是能够买到这个配置，在游戏本行业里也是非常少见的。下面来看一下外观，暗影精灵7 Plus 就是一个大号的暗影精灵7，A 面是纯黑色加上渐变 logo， 这跟暗影7是一样的，这种材质很容易沾染指纹。翻开屏幕，屏轴不稳的老毛病还是存在。屏幕的尺寸升级到 17.3 英寸，同样是 2K 165赫兹的规格。上方有摄像头，下边框约2指宽。来到 C 面，键盘布局和上一代对比有些变化，电源键依旧躺在了奇怪的位置，并且17英寸的机身去掉了数字小键盘，令人费解。我们拿它跟暗影精灵6 Plus 的 C 面对比一下，数字小键盘的位置刚好就是现在的功能键加方向键的位置。7 Plus 的键位设计我觉得没有上一代那么实用。另外，左边的自定义红按键位置也并不好。对于游戏玩家来说，键盘左上角等于 ESC 已经是肌肉记忆了，没有必要去改变玩家们的习惯。希望被我掐死的惠普键盘设计师能够活过来，多参考一下各地玩家们的使用习惯吧。除了键位，键盘本身的手感还是可以的。主键位采用的是自研的光轴键盘，键程比较长，按下去有段落感和踏踏声，支持单键 RGB， 实际使用体验还不错。但由于开机键无法集成光轴，所以说最上面一排的键盘依旧是薄膜。触控板的面积比较大，手感凑合，只是呢7 Plus 取消了上一代实体触控板按键。虽然大面积触控板已经是主流了，但是我认为实体键位的效率更高，在大屏幕笔记本上应该得到保留。最后来看一下地面，脚垫分布在上下两边，左右下方有音响开孔，中间是大面积的进风格栅。整机重 2.88 千克，厚28到 30.4毫米，属于比较厚重的传统体型游戏本。适配器也是惠普的老一套啊，流星锤结构，重达2斤半，便携性基本没有。然后是接口，右侧2个 USB-A 都是 3.0 速率，左侧依次是电源接口、RJ45 网口、USB 3.0 Type-A、迷你 DP、HDMI 和雷电4，然后还有一个 3.5 毫米的音频接口和 SD 读卡器。这个接口规格和暗影精灵7一致，虽然机身厚度和尺寸比上一代做小了，但是呢依旧不支持霹雳充电，所以说出门就必须带这个流星锤了。下面进入实测环节，首先是屏幕。这块面板来自京东方，标称色域为 100% sRGB， 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 102.9% 的 sRGB， 色域覆盖 96.9% sRGB。色润部分，平均调态仪 1.2， 最大调态仪 4.47， 主要是蓝色部分偏差稍大一些。屏幕最大亮度为435尼特，采用全亮度 DC 调光。响应时间方面，它的黑白响应时间为 10.7 毫秒，灰阶响应时间是 14.4 毫秒，表现良好。总的来说，这就是一块中规中矩的电竞屏 ，2K 165赫兹的规格配合3080显卡，适合玩游戏，色域色准对于非专业用户来说也基本够用了。至于为什么没有 4K 120赫兹的版本，我觉得可能是成本限制啊，毕竟真要上顶级的硬件，那这个价格恐怕是吃不消的。下面进入性能实测，首先是 CPU， 它搭载了 Intel 的酷睿 i7-11800H 处理器，8核心16线程，采用了10纳米工艺，代号 Tiger Lake H， 微架构也是最新的 Willow Cove。可以认为，这是目前游戏性能数1数2强的主流移动端处理器。规格方面，它的默认单核最大频率 4.6G 赫兹，全核最大频率 4.2G 赫兹，3G 缓存很大，足足24兆，比以往都要大。缓存带来的优势会在游戏部分体现出来。这一代的 IPC 相比前代处理器提升了不小，最大的影响就是单核性能。我们先来看单核部分 ，Cinebench R20 的单核成绩579分。对比上一代酷睿 i7-10870H 的分数477分，提升幅度达到了 21%。对比 R75800H 的558分，也高了20多分。在暗影精灵7 Plus 上，这颗 i7 处理器还可以享受4倍屏福利，使用 Intel 官方的 XTU 软件里可以手动提升4个倍屏。我们尝试加压100毫伏，拉了 5.0G 赫兹，实测可以稳定运行。对应 R20 单核分数为615，
而且呢，惠普的 Gaming Center 也提供了类似功能。不过这里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同 CPU 的体质不一样，不是所有的 i7 都能拉上来稳定过测的，暴力超频不可取。再来看一下多核性能，我们照例使用 R20循环进行测试，第一次的分数稍高，5381分，之后会稳定在5300分左右。对比 R9000K 循环时的分数高出了接近300分。从记录的 log 可以看到，第一轮跑分时 CPU 功耗一直维持在95瓦以上，最高接近100瓦，频率跑满 4.2G 赫兹的全核睿频。之后跑分都是先在90瓦以上维持一段时间，然后降到90瓦，频率则从 4.2G 赫兹稍微下降到 4.1G 赫兹。很明显啊，这台电脑的 CPU 散热很猛，基本上把 Intel 酷睿 i7-11800H 的性能发挥完全了。功耗给够的情况下，这一代 Intel 处理器的多核表现会非常强势。接下来是显卡，它搭载了一张 RTX 3080 16GB， 最高功耗165瓦，由115瓦的基础功耗、35瓦的 CTGP 和15瓦的 Dynamic Boost 组成。下面来看跑分 ，3D Mark Time Spy 12611分 ，FSE 15423分，教室 1080P 7786分。相比140瓦的3070，这张3080的综合性能领先幅度大约在13%。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测试中发现这台电脑存在消叫的情况，在显卡有一定负载的时候会出现。后续我们又换了一台电脑，这个问题就没有了，所以应该是个例。看完理论性能，再来测试一下实际游戏帧数。这台电脑支持 Advanced Optimus， 也就是独显直连和混合输出的自动切换功能。既然有独显直连了，网游部分自然是没什么压力啊。2K 原生分辨率下 ，CS:GO 平均492帧，Dota 2平均184帧。在 1080P 分辨率下 ，CS:GO 进一步提升到了522帧。比较有意思的是 ，Dota 2仍然是184帧，完全没变化。这是因为暗影精灵7 Plus 的内存运行在 SAGV 模式下，如果能固定在3200 Gear 2或者更高，那相信网游的帧数也会更亮眼。再来看一下单机部分 ，2K 分辨率下，绝大多数游戏都能以最高画质在60帧以上流畅运行，像《古墓丽影》和《地平线4》都能突破100帧了，唯独2077还是不到60帧。我们在 2K 分辨率下简单进行对比，结果发现，除了地铁逃离以外，这台电脑的游戏帧数都要比 R7 加3080的 R9000K 高一点。Intel 今年的游戏表现确实是很不错。如果降低到 1080P 分辨率，那所有游戏都可以大于60帧流畅运行，最低的2077也有 72.6帧。不过，古墓丽影和地平线的帧数提升不是很明显，应该也是内存性能的原因。但我觉得这个帧数也已经够高了，除非追求极限，否则没有必要纠结这点。最后是生产力相关项目 ，Adobe 三件套实测 PS 1002分 ，AE 1114分 ，PR 817分，都是很高的水平。配合32GB 大内存，应付大多数内容创作工作都是足够的。在反映工业软件性能的 Spec View 中，暗影精灵7 Plus 凭借着160瓦的 RTX 3080 16G， 各项分数也是刷新了比巴评测时的记录。总结一下吧，作为一台旗舰级配置的肌肉型游戏本，暗影精灵7 Plus 的性能也是旗舰水准。2K 分辨率下，网游、单机基本都能畅玩。生产力部分，大内存加大显存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各种生产力软件通吃。往年的旗舰级显卡都是200瓦功耗 ，Plus 版本的暗影精灵通常搭载150瓦功耗的版本，有点不那么旗舰。今年的 RTX 3080比较特殊，150加15瓦就能喂满，因此呢，这台电脑的表现跟其他旗舰级笔电表现基本拉平了。下面进入拆解环节，这台电脑拆机不难，卸下底面螺丝即可揭开后盖。这个内部好像有点熟悉啊，我们把暗影精灵7的拆机图拿来对比一下，不是单纯的拉皮，不过呢区别也不大。最下方是电池，容量为83瓦时。续航就比较惨了，只有2小时53分钟，估计是官方没有做好电池模式下的优化。内存来自科富，由2根 16GB DDR4 3200兆赫兹组成双通道，双面颗粒，工作在 SAGV 模式下，实际跑分看图。原装的固态硬盘，我是1TB 的三星 PM9A1 PCIe 4.0 乘4速率，自带散热片，跑分看图。左侧还有一个预留的 M.2 硬盘位，可以自行加装。无线网卡被压在热管下方，型号是 Intel AX210，支持 WiFi 6E。最后来看一下散热，暗影精灵7 Plus 采用了双风扇4热管的散热模组，其中一根热管在均热板下方给供电和显存散热。这套散热和暗影7比较像，最大的改进就是鳍片、风扇的厚度还有热管粗细都大幅度增加了，毕竟机身厚度摆在那里。另外，热管的走向也进行了一定的改动。这套散热看上去比较简单，给人感觉不够暴力。至于它能不能压住高功耗版的3080，下面用实测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室温25摄氏度，关闭 AVX 512，把性能放在狂暴档位上，风扇模式选择自动。单烤 FPU、CPU 维持在88度，功耗90瓦，频率 4.0G 赫兹。单烤显卡 RTX 3080维持在72.6度，功耗165瓦，频率1755兆赫兹。双烤 CPU 维持在93度，功耗69瓦，频率 3.5G 赫兹。
显卡77.8度，功耗140瓦，频率1590兆赫兹。它在双烤条件下，显卡没有能达到150瓦，应该是 Dynamic Boost 机制的影响。我们找惠普要到了最新版的 BIOS， 双烤时可以达到150瓦，但是 CPU 的功耗会降低一些，维持在63瓦左右。然后是表面温度，右侧温度比左侧稍微高一些，键帽最高只有37.4度 ，WASD 键位只有30度左右，非常凉快。噪音部分，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是55.2分贝，噪音偏大。不过呢，因为机身厚，噪音并不尖锐。总的来说，暗影精灵7 Plus 的散热表现不错。别看它只有3+1根热管啊，在增加了鳍片和风扇厚度之后，这套散热压住 i7+3080并没有什么问题。CPU 的表现甚至要比薄款的游戏本更出色。对于机身厚度，它的键盘隔热效果也很好，玩游戏时基本没有什么热感。OK， 看完了视频全部内容，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一定的了解。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先说优点。第一，旗舰级游戏本中性价比较高。谈到旗舰级游戏本，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贵，没有什么性价比。不过暗影精灵7 Plus 有点不一样，虽然价格也不便宜，对吧？毕竟17000的价格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是一笔巨款。但是这个价位能买到搭载 Intel 处理器加上165瓦3080显卡的笔记本，真的是屈指可数了。总体来看，它的性价比的确是很高的。第二，屏幕素质不错，2K 加165赫兹。这台电脑采用了 2K 165赫兹的屏幕，兼顾了部分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而且3080的性能和这个规格也非常相配。游戏时既能够享受精细的画面，也能够保证帧数。第三，采用光轴机械键盘，手感较好。与传统的薄膜键盘不同，这台电脑搭载了光轴机械键盘，键程比较长，键帽稳定性也不错。打字跟游戏时的手感和普通笔记本是不一样的。作为一台万元级别的旗舰级游戏本，这个细节做得很到位。聊完了这台电脑的优点，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第一，开机键位置诡异，且没有数字键盘。前面也说了，相比7 Plus， 我更喜欢6 Plus 的键盘布局。这台电脑的电源键很容易误触，红按键违背玩家习惯，希望在下一套 ID 设计里，惠普的设计师能够修改一下吧。第二，适配器较重，长得像流星锤，330瓦的适配器足足有2斤半重，大幅度拉低了整机的便携性。而且暗影精灵7 Plus 不支持 PD 充电，想要外出使用，这个适配器真的有点拖后腿。另外，这个流星锤的造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无论是横着放还是竖着放，都很占空间。哎呀，弄个板砖不好吗？起码收起来容易。第三，屏轴稳定性较差，这个问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暗影精灵7、光影精灵7上都出现过。这台暗影精灵7 Plus 可是一台售价超过15000元的旗舰级游戏本啊，还保留着这么明显的细节问题，属实不应该。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吧，得益于旗舰级别的配置加竞争力很强的定价，暗影精灵7 Plus 继续蝉联平民旗舰的宝座。从评测来看，暗影精灵7 Plus 算是一台非常复古的旗舰级游戏本。它不是后专，但是呢，相比现在流行的轻薄游戏本来说，它又比较偏小众。现在用户们都喜欢外观看上去比较薄、颜值比较高的电脑。这台电脑距离傻大黑粗只有一步之遥了，很难在外观上受到大众消费者的青睐。不过，坚持做这个系列的游戏本的厂商现在已经不多了，希望他们都能够不忘初心，继续做下去吧。这台电脑我会推荐给有一定预算、想体验旗舰级别的硬件、追求笔电散热和性能表现，但不在乎做工细节的玩家选购。就算80级别显卡的版本太贵，你也可以完全退一步选择70的版本，它们模具相同，所以说基础硬件相同，散热表现相同，性能差距也并不大。但是钱包会好受很多。这2个版本我都很推荐。这台电脑只有 Intel 版本可选，酷睿 i7 搭配 RTX 307显卡也完全可以。具体怎么选，就根据你的预算来考虑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本期视频，不妨来个长按点赞，一键3连支持一下我们。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可以关注一下比巴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每天都会在里面聊一款电脑。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交流买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巴评测室，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